你敢相信印度竟然是一个霸道总裁？是的，你没看错啊，在我们印象里，印度是个火车挂人、喝牛尿、吃不饱饭、阅兵骑摩托，甚至牛粪都是国宝的国家，总是那么不靠谱啊，还要时不时的自不量力挑衅我们。但其实印度还有个称号，那就是南亚小霸王。从印度建国以来，他们在南亚的战绩相当辉煌，吞并西金，封锁尼泊尔能源，控制不丹，就连旅游胜地马尔代夫也被印度强制驻军。2023年11月，马尔代夫的总统就要求印度撤走军事人员。倒不是说新总统跟印度人有什么仇啊，实在是印度有点无赖。他们当时是以帮忙平叛的借口在马尔代夫驻扎军队的，结果这一驻扎就是整整35年。不说叛乱了，就连马尔代夫总统都换了7个了，您的叛乱还没平完呢。但是印度啊，完全不管别人的抗议，依然赖着不走。您看着是不是觉得很霸道啊？其实这还都是开胃菜。2015年时，尼泊尔制定了一套新的宪法，印度竟然跑到人家家里表示反对，理由是没有给印度裔的马德西人单独建立一个省。这个理由把中国人给看懵了，跑到别人的国家里要求给自己后代划地盘的，这哪里是在建设啊？你怕不是在谋反吧？离谱程度就相当于日本跑到中国要求给日本人单独建一座城市一样，你看咱们会答应吗？尼泊尔当然也不同意啊。结果呢，印度人那是真霸道啊，直接切断了尼泊尔的油气输送管道。这样的事情在南亚数不胜数，就算是美国去驻军，都得印度说了算。更离谱的是，印度对于自己的定位有着一种迷之自信，他们不仅像昔日的大英帝国一样完全掌握整个南亚地区，而且要比英国人走得更远，把印度打造成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这件事还要从印度是怎么建国的说起。印度早期时并不是一个国家，英国人统治南亚的时候有3层关系，他们的统治分为直接统治殖民地、间接统治的500多个土邦以及附庸的国家。英国人撤离时，将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其他土邦和附庸国则是自由的，可以加入印巴也可以独立。但印度可不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看来自己应该继承英国人在南亚的角色。他们开国总理尼赫鲁就提出印度中心论和大印度联邦计划，认为印度应当成为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中心。意思就是在英国南亚殖民地的基础上，所有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地区都应该加入印度，然后成立一个包含现代印度、缅甸、不丹、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甚至一部分的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大印度联邦。说白了，就是英国人管的我们都要管，英国人没管的我们也要管。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印度霸道地宣布各个土邦的独立声明无效，应该无条件加入自己，还把手伸到了刚刚独立的尼泊尔、不丹等国境内。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有些实力较强的土邦先后宣布独立建国，但却被印度动用武力直接强行吞并，完全不顾当地人民的意愿以及感受。其中就有现在非常出名的克什米尔地区，这里主要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当然不喜欢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了。结果印度的武力吞并导致克什米尔到现在战乱还没有停止。吞并土邦只是第一步，想要实现大印度联邦计划，印度还得完成英国人都没有做到的事儿，就是把不丹、西金、尼泊尔等附庸国都吞并下来。印度人很快就行动了，第一个目标就是人口不过20万的小国西金。西金原本是由信奉藏传佛教的藏地民族荣巴族统治的，盛产红茶的大吉岭就位于西金地区。19世纪，英国扩张南亚殖民地时，西金就成了英国的附庸。英国人刚撤走，印度就急不可耐地在西金搞事儿，不仅扶持了名为西金州议会的政党，还以各种理由派军驻扎，目的就是让西金并入印度。在1950年，印度借口防止西金动乱和流血，派兵入侵了西金，软禁了西金国王，强行接管了西金政府，直接委任印度人拉尔为西金王国的首相。然后这个首相就开始推动西金并入印度了。当年印度先是强迫西金签署印度西金和平条约，说是和平，其实内容相当可笑。比如名义上印度是西金的保护国，但是西金的国防、外交都要交给印度，然后印度还有权利派军驻扎在西金，这是2战以后少见的不平等条约了。人家美国搞驻军还先礼后兵，印度倒好，样子都不错了。西金当然不满意了，也是拼了命反抗。1968年，西金首都甘托克爆发了反印度示威游行，要求废除印度西金和平条约。结果印度相当强硬，直接派军队接管镇压，然后在印度的主导下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全民公投。这个公投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一方面是印度在背后操控的，然后结果也是印度人宣布的。你说这样的公投还能有啥结果啊？最后就是以97.5%的西金选民同意加入印度，印度就以此为借口吞并了西金。在2战后，几乎很少有国家可以吞并其他主权国，因此印度的行为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但是有用吗？只要你脸皮够厚，别人骂得再狠也能挡得住。当然了，这种事情也不可能一直做，否则跟2战的日德有啥区别呢？于是印度就改了方式，不再吞并，而是开始控制其他南亚小国。就比如不丹，它同样曾是英国殖民的附庸国，现在是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结果印度可不管这些。1950年，他们再次复制了对西金的做法，强迫不丹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要求掌管外交、军事、内政等。
当然，这次他们可不敢直接说掌管，而是改为了指导。不丹在英国殖民时期虽然是附庸国，但是人家的自主权力还是挺大的，可以有自己的财政、行政等核心权力。但是印度为了控制不丹，派出了大量的顾问，这些顾问深入不丹的外交、金融、军事等核心部门，主导了不丹的大部分决策。军队需要接受印度的训练，教育需要印度化，就连能源都被印度控制了。印度先是提出可以借钱给不丹修水电站，然后不丹水电站发电就可以作为出口，增加不丹的出口收入。这个计划看着挺好的，是吧？其实全是套路，因为不丹的水电站都要交给印度来施工，而且发的电也是卖给印度。要知道，这些年印度是非常缺电，发生多次大规模停电，最大规模一次停电整整影响了全国6亿印度人。为了保证普通人的生活，有时候工业用电也时不时控制一下，这让他们的制造业很难快速发展。缺电单单靠印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希望找外部帮忙，这才提出了借钱给不丹修水电站。更神奇的是，印度的基建水平实在太辣眼睛了，水电站修得越来越久，超支了很多，这些债务都需要不丹自己承担。等于说印度占了不丹水电站，还让不丹欠了很多钱。印度这笔生意做的是相当牛，稳赚不赔啊！能源还只是印度控制不丹的一个小案例而已。在印度的长期指导下，不丹80%的货物进出口被印度控制，至今未与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建交，相当于不丹被印度全面封锁和控制了。你要是问人家不丹愿意吗？当然是不愿意了。2013年，不丹的和平繁荣党就希望脱离印度的控制，结果在当年选举时，印度就切断了对不丹的煤气和柴油补贴，直接干预选举。这就是印度的霸道之处，你很难想象这种会发生在现代社会。除了不丹，尼泊尔也经常被欺负，只不过尼泊尔的人口体量更大，印度没有像西京和不丹一样全方面封锁，而是采用步步紧逼的策略。1950年，印度同样要求尼泊尔签订所谓的尼印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两国互相开放边界，彼此国民在对方境内享受国民待遇。这样做看似公平，其实暗藏玄机。当时印度人口高达3.61亿，而尼泊尔人口只有不到1000万，双方之间是30多倍的差距。在这种局面下，印度强行要求尼泊尔开放边界，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条约签署之后，印度人开始大量涌入尼泊尔。1952年，印度逼迫尼泊尔国王允许印度人尼泊尔公民身份，印度自此可以通过这些人大举介入尼泊尔的经济、外交，甚至是政治。由于尼泊尔印度接壤，另一侧又背靠喜马拉雅山脉，相当于被印度给包围了。印度就以此为要挟，多次干预尼泊尔内政。只要不满足印度，他们就封锁尼泊尔。1969年，尼泊尔要求印度撤离驻军，印度随即对尼泊尔进行了全方面封锁，时间长达3年。1989年，尼泊尔从国外进口武器，试图摆脱军事上对印度的依赖，印度再次封锁尼泊尔，时间长达13个月。2015年9月，印度政府公开干涉尼泊尔内政，要求尼泊尔政府在与印度接壤的特莱平原建立一个由印度裔马德西人管理的邦。在遭到尼泊尔政府的拒绝之后，印度直接翻脸，禁止油气资源经由印度进入尼泊尔，时间长达5个月。这次制裁导致尼泊尔的食品和药品出现短缺，不仅 GDP 下降，贫困和通胀暴涨，甚至有数百人因此丧生。后来尼泊尔向中国求助，才在中尼边境修了一条路，这才摆脱了尼泊尔被印度全面包围的悲惨情况。这些还只是印度在南亚霸权行为的冰山一角。除了操控南亚北部的3兄弟，在南亚南部，印度对大洋中的2个岛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同样没有手软。1980年代，斯里兰卡爆发了内战，印度趁机进一步扩展在斯里兰卡的势力，直接介入斯里兰卡内战。印度向斯里兰卡6个组织提供武器、培训和资金，支持他们在斯里兰卡境内的军事行动，甚至亲自下场参与其中。斯里兰卡内战从19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09年才基本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对斯里兰卡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在这之后，斯里兰卡就被印度看作自家的后花园，谁想在这里做生意都要看印度的脸色。2015年，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港口，印度就一直在旁边拼命的搅和。有同样遭遇的还有马尔代夫。1980年代，马尔代夫发生了政变，向印度请求援助，结果让马尔代夫没想到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印度军队迅速平息了叛乱，但平叛结束之后，却直接在马尔代夫赖下不走了。从1988年到2023年，长达35年时间里，多任马尔代夫总统都要求印度撤军，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上个月，马尔代夫新任总统上台，再次重申了要求印度撤军的理念。印度因为国际环境也觉得这么赖皮下去实在有点难看，再加上马尔代夫军方大量人员都是在印度训练的，这才同意未来将撤军。从这边也可以看出印度确实很任性，他们对待邻居一直都是步步紧逼，对我们的企业也是。如果当初不是我们果断出手，估计现在也会时不时的被碰瓷。除了欺负邻居以外，印度对自家家事的态度更是强硬。
上面说了，在印度成立时就强迫几百个土邦加入，因此很多地区并不认同印度的统治，比如印度内的锡克教就多次希望独立建国，因此印度对锡克教严厉打压，哪个锡克教教徒要是搞独立，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做到岁月必诛。比如2023年5月，巴基斯坦的一名锡克教领袖被枪杀；6月份，英国锡克教领袖阿夫塔被人投毒猝死；6月19号，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停车场被2名蒙面人暗杀。大量的锡克教教徒被暗杀，这下全球的锡克教教徒们就不乐意了，他们要求严厉惩罚印度。首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率先站了出来，公开指控印度派遣特工暗杀了尼贾尔，原因是尼贾尔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这等于说印度派人到加拿大暗杀了一名加拿大人，这无疑是在打加拿大的脸。要知道，加拿大国内有77万名锡克教徒，这些锡克教徒要求政府严查暗杀背后的真相。为了选票，特鲁多对印度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双方开始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加拿大暂停了与印度拟议的贸易条约的谈判，还取消了原定的贸易代表团访印计划。西方媒体开始狂喷印度的霸道行径，经济学人说印度迫害少数群体，彭博社说印度应该配合加拿大的调查。说实话，印度在南亚横行霸道也不是1天2天了，这次要不是碰到了加拿大，估计他们还是选择性不见。为啥呀？因为印度人口相当多，西方国家都不希望和印度搞僵了，这也导致了印度当村霸当习惯了。不过估计在未来印度还会继续把小霸王当下去，只是会越来越不好当了。好了，我是熊猫，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关注、评论加转发，我们下期见。